大家好，今天介紹一個來自韓國首爾大學的學生的一個作品。這個朴先生呢，他把 Obsidian 裡面程式碼區塊的展示做了一個更好的功能的擴充，讓我們可以指定高亮的區段，或者是顯示行號等等，非常的適合需要在筆記裡面經常使用程式碼區塊的場合。那下面就把這些選項呢，來先做一個簡單的介紹。目前這一個程式碼區塊的工具，它只能在預覽的畫面裡面做呈現。只要在編輯區裡面指定好程式碼區塊後面加上一些選項，它就能夠在預覽的窗格裡面根據選項做不同的程式碼區塊的顯示。比如說你可以指定一個標題，你可以指定行號，或者是可以指定某個區段要有一個高亮的呈現。這一些都是目前這一個外掛所提供的功能。下面就來看一下它這些選項有哪一些的控制可以来使用。首先標題的部分就是在後面只要指定了 title 冒號，它就可以呈現出標題。另外第二個呢，就是可以指定行號，行號用的選項的名稱叫做 line NOS， 就是 line numbers。如果有指定 line numbers 的話，它就會從1開始來做呈現。也可以指定行號要從第幾個號碼開始，比如說我要從第20行開始的話，那麼就是指定 line NOS 冒號20就可以了。如果要把這個程式碼區段做高亮顯示，就是使用 highlight 這一個選項， highlight 冒號後面用雙引號括住行號就可以了。比如說10.20，这個就是第10行跟第20行會呈現高亮。可惜的是它目前沒有辦法直接指定起訖區間，這個10跟20它是指第10行跟第20行。那如果希望整個區段通通都要呈現的話，你就必須10.11.12，这樣子它才有辦法變成一個區塊的方法來做高亮顯示。同時也可以額外針對程式語言的部分做特別的一個設定。如果你沒有指定 language 的話，它預設就是程式碼區塊後面帶的語言是什麼，它就顯示成什麼。但是其實也可以像下面這樣子直接指定這個區段呢，要把它叫做 JavaScript 片段，這個就是可以變更預設的 JS 的一個顯示。那如果你不希望顯示這個複製按钮的話，就可以用 copy btn 冒號 false 把這個功能給取消掉，這樣子複製的按鈕就不會出現了，因為預設複製都是會出現的。所以我們需要顯示一些 share 的一些命令的時候，會希望能夠出現提示字元，這個時候你就可以使用 prompt 的選項。有了 prompt 或是 prompt 的冒號處以後， share 裡面就會呈現出是 $sign， 或者是像我這邊要用的是 C 冒號大於，這個就是 Windows 命令提示字元顯示的樣子，可以根據我們自己的需要來呈現。我把它改正確，因為這個 C 冒號反斜線應該要用2個反斜線，它這樣子才會呈現出是1個反斜線的樣子。看這個右邊的預覽就可以看到。然後有時候這個程式碼區塊上面會希望是程式碼，那下面希望把結果給顯示出來，這個時候就可以使用3個倒引號後面加上 result， 再加上後面這些可以使用的選項，就可以把裡面的文字當作是結果呈現出來。那這些就是它目前可以使用的選項。下面我們直接從範例再來看，你就會更加容易的理解這些選項的使用方法。那下面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就是一個範例，3個倒引號後面接程式語言，像這邊我是使用 JS 表示這一段程式碼是 JavaScript， 後面你就可以用 title 冒號來指定它的標題。指定了這個標題以後，我們在右邊上面就可以看這個標題。然後 line NOS 我是從10開始，因此第一行就會從10、11、12這樣子排下來。如果沒有指定這個的話，比如說我把這個冒號1給拿掉，讓它從1開始，但是你會發現這樣子修改了以後，右邊並不會馬上及時做渲染。最簡單的方法就是把程式碼的語言稍微改一下，比如說我在 JS 中間補了一個空白，然后呢再倒退把它改回來，你就會看到它這邊已經重新顯示，然後就會從1、2、3、4、5這樣子排下來。因此這個行號呢是可以隨時根據自己的需要來自己做變動，像我现在把它改成20，那這個時候再來修改一下語言，再還原，它就會從20開始排。後面這個 highlight 呢就是第13、14、15行，希望它要出現高亮的呈現，但是因為現在把起始的號碼從20開始，因此在區塊裡面它找不到13、14、15，所以只有21這一行有出現高亮。如果你有指定 line NOS 的話， highlight 就要跟着 line NOS 来做增加，把20改回原來的10然後再來修改一下語言。这時候你就會看到13、14、15就會高亮21行，直接顯示高亮就是用逗點的方法來指定行號就可以了。在右邊這邊程式碼的地方，假設我不要
要它顯示 JavaScript 或是直接顯示成 JS， 我希望它多加上一個中文，就是可以用 language 冒號來指定。可以看到右邊這就是用 JavaScript 的程式這樣子指定的結果来出現。那如果你不希望拷貝複製按鈕出現的話，就可以加上 copy btn 冒號 false。一進來這個區塊的時候，原來拷貝的按鈕就不見，這個就是可以抑制拷貝按鈕的出現。這是第一個範例。後面就來看一下提示字元。提示字元其實很簡單，只要指定好 share 的名詞，它預設的是 BASH 就是born again share 然後後面用 prompt 這個選項，它就會自動幫你加上$sign。那這個 share 有哪一些 share 可以使用呢？是完全在設定裡面來做設定的。因此我們到了 community plugins 裡面，再找到 HK Codeblock， 再進入選項，在這個選項裡面呢，可以指定 share 的類型。我這邊列了幾個 share 有 BA share、SH、BAT、Batch 等等這些語言，它通通會辨識這個 prompt， 因此就可以直接使用。比如說在 BAT 裡面這個 prompt 是指定了C冒號反斜大於，那它就會出現 Windows 命令提示字元的樣式，這個是屬於 prompt 的範例。接着這個 result 就是前面有一個程式碼的區塊，後面要緊接着 result， 這個 result 一定要接在某一個程式碼區塊的後面。在這邊這個語言要寫成 result， 後面就可以用 prompt 或是 LightNOS 或是 highlight 來指定我輸出的狀況。如果指定了 prompt， 就會出現指定了这個提示字元的文字。那這個就是目前 HK Codeblock 的外掛提供的功能。當然如果有下面這個功能的話，當然會更理想。首先就是希望在編輯模式也能夠及時的做右邊預覽的狀態的呈現。另外 PDF 希望在產生的時候 PDF 檔裡面也能夠根據顯示預覽的狀況直接顯示。目前產生 PDF 的時候，雖然預覽的窗格有這一些樣式的變化，但是 PDF 裡面並沒有辦法呈現出來。希望下一個版本能夠做增強的部分。還有 Highlight， 目前我要指定一個區塊的話，比如說13到15，我們也必須把所有的行號都給寫到 Highlight 選項裡面。那這個是比較麻煩的地方，也許它將來可以改成比如說13-15，那我可以指定一個起訖區間，那這樣子對於這個 Highlight 的指定就更簡單了。那今天介紹的 HK Codeblock 呢，對經常需要插入程式碼的朋友應該有非常好的一個外觀的呈現。希望今天介紹的這個外掛對大家會有幫助。如果你覺得我的介紹對你在 Obsidian 的學習上有幫助的話，也請大家多加分享、訂閱、按讚，謝謝各位。